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的直播2的节目啊。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今天的题目是海南自贸港到底要干啥啊？这是一个，因为最近海南自贸港的这个事儿呢，在国内炒得比较热乎啊，我们今天讲讲。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我想先把海外这个 YouTube 平台上面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话题，我想说几句啊，花几分钟讲几句啊。一个就是讲地摊经济啊，地摊经济现在演化成为什么呢？演化在无论是在这个 YouTube 也好，在推特上面也好。变成了一个中共内斗的一个很大的故事啊。那当然，我不知道中南海到底有没有发生一起，正在发生一起，或者一系列的内斗啊。我知道2件事，第一件事，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从来不会停歇啊。那有话题啊，有事件当然会引发一些内斗。但是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故事出来啊？这个故事出来原因在哪里？故事出来在，首先提出地摊经济的是谁？是李克强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李克强一提出来之后，迅速成为一个国内的热潮啊，这个热潮，推动这件事情的是谁？推动这件事情是国务院啊，国务院。当然，其实不仅仅是国务院，为什么？文明办在配合，没有文明办的这个通知啊，说不再考核这个流动摊贩，那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推出来的。所以你看，李克强推这件事情。然后呢，文明办配合，文明办可是中共中央哦，中共中央是习近平那头的啊。那说明什么？这就虽然我们在面上看李克强在主推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并不是李克强自己的事情，文明办是中共中央那边的事情。所以你要看到这2点啊，这2点都要看到。这第2个，第3个，李克强推出来的地摊经济呢，其实是地摊生计啊，解决的是城市的失业人口的生计问题。失业人口的生计问题，中国现在有没有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没有这个路径，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路径。为什么？你养它1天可以，养它1个月可以，养它3个月行，半年行吗？养不起啊。你必须给他找个饭碗。李克强自己都讲得很清楚，你有工作的时候，这就是6亿双创造财富的手；你没有工作的时候，那就是6亿张嘴，6亿张嘴你怎么养得起？养不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内部应该没有问题，没有矛盾。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这件事情跑到了北京。北京是习近平的皇城，他肯定不会让他在北京搞地摊经济，这没有任何疑问。现在很多故事就是蔡奇出来狙击这个李克强，然后他们双方就打起来了。你觉得李克强会不高兴？北京市说我们不能够搞地摊，李克强会不高兴吗？我觉得李克强不会不高兴。因为他自己也住北京，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这是第一个。第2个，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有不同的立场吗？或者是有根本利益对立吗？就包括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没有啊。李克强在帮习近平解决失业的问题，或者我们翻过来讲就业的问题。所以李克强从根本上来说是习近平的马仔。他在帮习近平解决问题。大家要明白，中国的事情是最容易发生的是什么？
一哄而上。什么叫一哄而上？习近平开记者会说啊，我们这个摆地摊也不错，然后呢，中宣部就开始推摆地摊的这个调子，这个地方摆了，那个地方也摆了，你这个城市一看，哟，那个城市摆了，我也得赶紧摆啊，不摆的话，那回头领导不高兴怎么办？大家都开始摆，一哄而上，一哄而上会有很多的问题啊，会有很多的问题出来，然后他又开始往回收，这跟再往回收这件事情跟李克强有没有关系？跟李克强就没啥关系了。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一哄而上，上去之后看见不行又下来，这很正常。这会不会演化成为高层的一个权力斗争？这没什么利益。那大家要明白，中共高层的权争，我叫权争，它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什么目标？利益。你得打，有东西可打呀，要么是争位置，要么是争权力。就是你要么是安排人去做一件事情，大家会争，要么呢就去这件事情谁来管，谁有这个权利，大家会争。你比如说游戏，文化部想管，这个工信部也想管，这个中宣部也想管，都想管。为什么？游戏公司有钱，大家都得管一把，管一把我觉得能拿钱，对吧？你比如说搞个许可证，一搞许可证全来送钱了，所以这个东西你就是这就会有权力斗争，权力斗争会怎么争？就往上争，争的你的大佬是谁，他的大佬是谁？你比如说工信部要管，文化部也要管，那工信部的老大，他的老大是谁？这个文化部的老大是谁？那大家就拼老大在上面拼到最后，文化部也管，工信部也管，一起管啊，那就大家就握手言和，你有权利，我也有权利，反正你公关的时候你就两头送就好了，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大家明白，大家权争是什么？无非是一个是争位置，一个是争权力，管事的事权，一个是人权。这个问题是在地摊经济这件事情上，本来就是救火的事儿，你争什么争呢？你有什么好争的呢？打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得有目的呀。你说北京不让摆地摊，你觉得这很难吗？这件事情蔡奇提出来，到李克强那，李克强会过不去吗？不可能过不去啊，他们是一伙的呀，他也在北京市住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就看不惯啊，看不惯。就是编故事呢，你这编的，当然我知道你编是依据是什么，就依据这个来编，但是这不靠谱在哪里？他不了解中共内部的这个运作机制，他无利不起早，你这瞎打什么呀？这个地摊经济打什么打？没什么好打的，这纯粹胡扯。我就跟大家说一嘴啊，说一嘴就是，大家也要辨别一下，辨别什么呢？辨别就是这个故事编呢，老实讲，中南海发生的高层的权力斗争，真不是一般人知道，而且这刚发生，你这儿就知道了，你呢坐那儿听呢，做现场直播呢，怎么可能？拜托，所以这种故事呢，大家就不要听了。讲这种故事的人，你们请大家把他取关就好了。你再看他，真的不需要看我们的节目。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这太不靠谱了，这个好不好？我今天就花一点时间讲讲这个，讲这个事情。好，我们讲讲我们的这个主题啊，海南自贸港到底想干啥啊？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啊，6月1号。发了一个文，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啊，我们后面就讲总体方案啊。这个方案是6月1号出的，同一天，习近平有个批示啊，讲那个海南自贸港讲得很大啊，讲得很高啊，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着眼于
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啊。然后就反正就把这个项目拉得很高啊，拔得很高啊。然后呢，就今天8号啊，国务院新闻办就开一个记者会啊，他们叫新闻发布会啊。然后就是谁呢？就习就批了个字，然后呢，这底下人就不敢怠慢啊。这个新闻发布会，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这几个部委啊，5个部委加上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加上这个省长啊，就来参加一个记者会啊，介绍这个总体方案啊。那么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发改委副主任，那通常开这种记者会呢，都不会是正主任啊，都是副主任，管事儿的副主任。正主任通常都不管事儿的啊，正主任跟方向、跟领导，通常是跟领导跑啊。然后呢，通常这种记者会都是副主任、副部长啊来啊。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啊，他讲是这样，他说这个总体方案呢分2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从现在开始到2025年啊，主要干什么呢？打基础、做准备啊。他的目标是什么呢？突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便利性，在有效监管的基础上，有序推出开放进程，推动各类要素便捷流动，形成早期收获，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自贸港呢，它就是真的要把全岛封起来，整个海南岛封起来，变成一个免税啊、免关税，甚至免所得税，然后呢然后自由投资啊，有个自由投资的环境，然后用3年时间争取取得突破性进展啊，为封关奠定一个良好基础。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可能就是2023年左右，可能海南就会封关啊，封关就是把整个海南封起来啊，那然后就做一个自由贸易港。然后第2阶段就到2035年啊，主要是全面推进自由贸易港政策的落地见效啊，要有见效啊。它的目标是什么？进一步优化完善开放政策和相关制度的安排，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自由便利。它连资金都可以自由便利啊，流动啊，跨境流动。我都不知道它这个外汇管制是怎么管制啊？它自由便利的话，他说防止走私啊，可能真的是人民币就自由流动了啊，自由流动，人员自由便利啊，运输自由便利啊，各种自由便利啊。然后他还解释，他说这个海南啊不会威胁香港，这很好笑。他说跟香港定位不同，海南自贸港的突出的是贸易和投资的自由便利啊，聚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科技产业，加快培育海南特色的合作经济、合作竞争性优势。和香港的定位不同，产业也不同，互补大于竞争，不会对香港造成冲击。我觉得这能造成冲击也不错啊，这个有点，反正他们的思维还在停留在80年代，80年代就是有政策就有生产力啊。他现在还是觉得，我现在你看我给海南这个政策多好的政策，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哈，这个故事已经不一样了，他们还停留在80年代。好，他说介绍啊，还继续介绍总体方案啊，就是6+1+4啊，6+1+4啊，这现在就是文革那种开中药铺，很喜欢开中药，什么两个什么3个什么东西，反正就现在流行这个啊。6是什么呢？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资金自由便利、人员自由便利、运输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这明显就是凑的啊，凑出来的。什么数据安全这些都是扯。一是什么呢？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啊，他终于知道什么叫产业体系。然后要加强什么呢？4个制度建设啊，税收啊，社会治理啊，法治啊，风险防控啊，这也是又是凑出来的东西啊，大概就是这样啊。然后就是什么呢？第二啊，推进总体方案，分2个阶段，我刚才讲了。第3个免税啊，在4类商品免税：生产资料、原辅料、交通工具、岛内居民的消费品啊，消费品都免税啊。封关以后，除了极少数产品以外，其他都实行零关税啊，这个是力度很大的啊，政策这非常大的力度。然后对服务贸易实行既准入又准营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你就随便干啊，什么对旅游、现代服务业、高新科技3大产业，特别是种业、航运、电信、商务服务、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重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啊，就是而且说要开放基础电信业啊。然后是什么？就是今年年内要制定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然后还支持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啊进入这个海南啊，允许这个境外理工农医啊，就跟秦朝差不多，文科不行，只能理工农医啊。你看，这个的世界高校在海南设独立办学。这以前是没有过的啊，但是必须是什么？理工农医，文科不行，意识形态不行，这有点像什么？就当年这个秦始皇焚书坑儒啊，把这个理工农医的书留下，其他那些讲文化的那些全部烧掉啊，大概是这样啊。这还有很多啊，还有什么制定了2025年100万人才进海南的行动计划，引进80多所最好的学校啊。50多家好的医疗机构啊，解决人才后顾之忧。为什么呢？就是跨境自由流动啊，扩大这个海南居民个人用汇的自主权啊，然后自贸港内注册这个境内企业，可以啥都能干，大概是这样。就是总之就是有19条，我就不念了啊。但是呢，它有几个要求啊。第一个，严控房地产，不准炒房子啊，还有封关以后要防止走私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放宽什么呢？免税购物啊，原来是每人每年是3万，现在提升到10万啊，免税购物啊。然后呢，有6个不允许啊，这个6个不允许很有特色啊，大家看一下。第一个，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这个好像其他地方也不允许吧？为什么这个地方就不允许了呢？这很奇怪啊！既然你是在中国嘛，难道你要特别强调不许杀人吗？其他地方也不许杀人啊，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啊？特别强调有6个不允许：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不允许在意识形态方面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能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啊？不允许通过货物贸易走私，不许搞黄赌毒，不允许破坏海南良好的生态环境，不允许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产生腐败，发生不廉洁的行为。你这么强调，是不是其他地方就允许呢？这很荒谬啊！那还有坚持啊，3个关键点要坚持。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做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啊，这第一个坚持。第二个，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重要位置。第三，成熟一项推动一项，行稳致远。现在很流行，中国官场现在很流行这句话，叫行稳致远，就是走得很稳当，就可以走得很远啊。这个啊，大概就是这样啊。然后呢，好，
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吧，我就不太具体，我就不说了啊。好，我们来评价一下这个东西啊。先说这个总体方案啊，总体方案呢，目标定位很高端啊，那习近平也批示了啊，所以呢，各个部委呢都给面子，都出来啊，这个助推啊，定位很高端，然后呢，强调实施，强调完成啊，有进程啊，有进程，突出什么呢？突出3样东西，第一个零关税，第二个全开放。你到我这干啥都行，但是得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意识形态啊，等等这些啊，这是全开放，就是你投资全开放啊。第三，免所得税，免各种税，反正关税零关税，反正总之要让它像一个自由贸易港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政策非常的宽松啊。第四，每一个问题都有对应的解决方案，这是个非常现在非常官方很流行的这种文案啊，就是你提出个问题，然后就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对应啊，每个都有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总体方案啊。第二个呢，就是讲进程啊，讲进程。进程呢，它是范围是全岛啊，然后呢，就是一个是有2个时间节点，一个是2025年，一个是2035年，然后最终是要到本世纪中叶，本世纪中叶就是2050年啊，3个时间节点，25年就是5年后，15年后，然后就是50年后啊，大概是这3个时间节点。这3个时间节点有3个不同的定位啊。这第一个时间节点呢，25年，5年呢，就要把这个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建立起来，就用5年时间。然后这5年之内呢，要封关啊，就把这个岛封起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35年呢，就要开放型的经济新高地啊，这个有点不好理解啊。什么叫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啊？有多高呢？不好说啊。你说高地，海南能有多高呢？这是有点奇怪啊。这个然后就是最后到50年，干50年，这个项目要干50年，然后就要变成一个什么呢？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港啊，就是较强国际影响力啊，最重要的是国际影响力啊。这个进程呢，这3个时间点呢，我觉得呢，就这个有点空啊，就是说他说的不具体啊，就你比如说经济新高地，啥叫经济新高地呢？没有具体内容啊，没有具体内容，基本上是有点像什么呢？领导一拍脑袋啊，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底下人呢就按照这个领导的想法，就是这个进程啊、任务啊、目标啊、步骤啊，大概就是这样，就有点扯啊，这有点扯。他呢，整个的进程呢讲的呢，他只讲我准备干什么。就是说，领导有个目标要干这事儿啊，行，我们就设一个这样的目标，然后从我们这里到那个目标中间，我就设3个时间点啊，3个或者里程碑，然后把每个里程碑的这个进程摆上去，就是一个这样的方案。这跟经济没有关联，就是他既没有讲我这个进程会怎么样发生，没讲，不讲，为什么？不懂，完全不懂。所以，他只讲我准备干什么，他没有讲我做这个动作后面会产生什么影响，不讲。这就是很清晰的标准的官样文章啊，官样文章。好，这是第2点啊，就是讲他的这个3个进程啊，3个进程。那第3个问题啊，那这些设想都能实现吗？啊，都能实现吗？好，我们来分析分析。海南现在有啥？
海鲜现在啥都没有，除了旅游业啊。旅游业呢，而且它的旅游业也是个比较低端的旅游业啊。除了这个三亚那3栋楼天天拿来秀以外，其他就没啥了啊。以前还有什么？以前还有点什么搞游艇啊什么的，现在也偃旗息鼓啊。那么海南啥都没有啊，旅游业呢名声也不大好，也不是很高端啊，做的不高端啊。不高端的原因是什么？高端的不上你这儿来，高端就往欧洲去了，上你这儿来全是东北的，跑这儿来避暑避寒啊，就是冬天到这儿来避寒的。那你大概现在海南的情况是一个这个情况。海南有没有产业？完全没有产业。完全没有产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做自贸港嘛，对吧？贸易嘛，贸易的前提是什么？贸易的前提你要有产业才行啊，你要有产业才会有贸易，对不对？就是你有买卖，没有产业，你哪来的买卖？你要么就做转口。以前香港，你比如说香港以前呢，它最早呢70年代它是有产业的，它有加工工业啊，很多加工工业，低端的加工工业，它是从这开始做的。什么很多香港人都做过一件事情，就是穿塑料花啊，那是非常简单的家庭作坊式的这种制造业。做着做着呢，就开始做转口贸易，因为他发现他的成本太高，那他就把工厂转走了，搬到其他地方去了，慢慢的就升级，不断的在升级，升级到后面他还有贸易，为什么？他就算他没有制造业，他还有贸易，为什么？很简单啊，他的厂子开到广东去了，开到广东去，他公司还在香港，他的客户还在手里，他有客户，但是他厂子不在香港，他在内地，在广东。那么他的做法是什么？前店后厂，我这边去向欧洲接单，接完单交给东莞或者深圳工厂，把它做好，做好以后直接从盐田港发到全世界去。也有什么呢？早期盐田港还没起来的时候，或者是广东这些码头还没起来的时候，怎么办？用货车拉到香港来，从香港去欧洲，它就变成一个转口贸易，就是国内的货拉到，所以你看，原来呢就是深圳到香港的这个陆上口岸非常繁忙，很多的货柜车、货柜司机，香港的货柜司机就是把这个货拖到香港的码头，然后发到全世界，那叫转口贸易。但是你所有的贸易背后是什么？产业，制造也好，各种各样的业务的也好，你必须一定有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贸易，贸易是产业的结果，理解吗？好，现在海南有产业吗？没有产业，没有产业，你必须先建立一个庞大的若干庞大的产业集群，你才有非常庞大的贸易需求，否则就没有贸易需求，卖什么呀？你啥都没得卖，你得有客户啊，你没客户，你转口贸易也做不起来，是不是？现在海南啥都没有，那你怎么做？做啥呢？然后你在中国的最南端，你要到中国的内地市场，你得翻过广东省，你才能到内地市场。你到底想干嘛？你要做内地市场，你不如广东吧，是不是？你也不如上海住长三角吧，你也不如这个渤海湾吧。你在中国的最南端，你要是没有好，如果你这个方案你不是在讲产业集群，你只讲贸易，贸易怎么来的呢？不知道。好，我们就开始讲产业啊。那你产业你不能啥都干吧？你总得讲讲你的产业方向是什么吧？啊，高科技、生物科技、生物医药、机械制造、机器人、高端制造业，你总得有个方向吧？没有。而且你想干这些的话，
你怎么干呢？好，如果你要讲产业，那你就讲，我们通常一讲产业就会讲三大三小，哪三大？资金、技术、企业，这三大，你必须有这三样东西，你这产业才能起来啊。三小，人才、机制、平台，你得有这三小，三大三小完备，你产业才能起来。产业起来还需要什么？基础设施，你电厂够不够？水厂够不够？运输够不够？码头够不够？空运行不行？讲这些基础设施啊。如果你没有这么多产业的话，你基础设施在那儿也没意义。你现在没有产业，你肯定这基础设施都没有的，那就要大量的投资啊，大量的投资。所以你没有一个像规模的产业集群，你自由贸易港怎么搞得起来呢？你搞什么呢？你卖啥呢？贸易，你得有贸易才行啊！你没有贸易呢，你不讲产业集群，你招商引资怎么说？你跟别人怎么讲啊？到我们这来开公司吧，你做啥呢？服务谁呢？你比如说金融业，你金融业你得有企业要融资，你才有金融业啊。你这里都没有企业，我真的是搞金融业，搞什么金融业？炒股票你得有股民啊！你海南有多少资金沉淀在那里能炒股票啊？这完全就没有啊，完全都没有。所以你看这个方案，你一看这个方案，这就是领导拍脑袋，底下人就设几个进程，设几个目标来做的啊。这是第五啊。第六，中国的增量，中国经济的增量时代已经过去了啊。在中国经济的增量时代，插个锄头都长芽啊，锄头扎在地里面都长芽。为什么？渴求啊，需求很大啊。这条高速公路你随便修个破破烂烂的高速公路都挣大钱，为什么？没有啊，你需要它。那现在什么？现在修高速公路，前面已经有3条高速公路，你这条高速公路再修，你怎么修？你插锄头，你别说插锄头，你就是秧插下去都未必发芽。为什么？上底下那个大树已经长起来了。所以区域经济的竞争非常激烈，争什么？拼长三角跟珠三角拼，长三角跟这个叫什么？这个重庆经济圈拼，重庆跟成都经济圈拼，都在拼。这个环渤海拼抢，都在抢什么？抢企业啊，抢投资啊，抢人才啊，抢人财物啊，都在抢资金啊。他拼什么？拼产业优势，拼区域优势，拼基础设施，拼都市化的优势，都要拼，全部加在一起，别人企业才跑到你这里去开企、开店、开厂，你否则是凭什么不到你这儿来？现在说我有政策优势，你是自由贸易港，你看一下中国哪一个区域经济中心没有自由贸易港？全都有。所以政策优势在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了。所以你看海南这个自贸港还在想什么呢？还在想我拿一个政策来，拿到一个好厉害的政策我就成了。这个故事早就已经翻篇了。所以你拿到这个政策现在已经是过眼云烟了。第七他讲什么呢？他还讲要和香港竞争啊，这个弱爆了，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弱爆了。上海建个金融中心跟香港竞争，都讲了这么多年，都不敢大声的讲，悄悄的讲，也就是哎呀，我们也就做个区域金融中心吧，都不敢敲锣打鼓的讲。海南跟香港竞争，还说不会对香港产生冲击，你就去冲击嘛。
如果能对香港冲击，早冲了好吗？还等现在？第七、第八，你拿着这个方案，你去，我们想就不想提别的，海南的这个商业局啊，商业局现在是商业局啊，商务局啊，商务厅啊，海南商务厅拿着这个总体规划去国外招商引资，怎么说？我觉得他就说不出来，他只能拿着习近平的批示跟大家读。为什么？讲不清楚啊！你去招谁？你凭什么让别人来你这儿投资？讲不清楚，你怎么让人掏钱？这第八、第九，我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我上的一个当。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了一个文，叫《关于支持香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是2019年8月9号出的。这个是大概是在9月份出来的，调子拉得非常高，那是这个基本上把深圳给拔的简直是中国的这基本上先行区简直就是孙悟空了，中国的孙悟空了，先行者非常高。但是我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架势。看这个调子拉这么高，那深圳是要定直辖市啊！我当时真觉得可能根据这个文件的要求，你不能光提要求啊，你还得政策配套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一看这个要求这么高的要求，你光深圳市一个副省级单位怎么能完成呢？不可能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深圳得直辖，我当时的判断就直辖，现在一回头一看，那就错了。上当了，上了政策当了，这叫什么？典型的口惠啊，实不是啥都没给，结果怎么样？结果深圳什么示范区不了了之了吧？现在有啥都没有，提都不提了。为什么？只要钱不来，所有的政策都没意义，没效果。所以呢，结论啊，如果这件事情就是今天这个海南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总体方案，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如果它发生在20年前，哎，这是个蛮大动静的事儿啊，值得关注啊，值得关注，会有响动，而且影响深远。20年前，但是现在就跟深圳的那个示范区大概差不多，大家也就听一下。海南也作为以此为契机做一些变化也不错啊，但是真正的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它建不成，就是自贸区能建成啊，能建成。他说的这些进程，以他们中共的这种权力和政府的能力啊，没问题，能建成，封岛能封，免关税能免，这都可以啊，资金自由往来都可以。但是他能不能建成他们想要的那个目标，我觉得可能性很小。为什么？啥都没有，你忽悠别人得有，你得自己先掏点，你自己都没掏，你让别人掏怎么掏得了？所以这事儿不靠谱。结论就是3个字：不靠谱，就是这样，好吧？好，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哎呦，又讲猫。我们今天的主题，他又不让炒房，又不这个不让那个不让，反正就不靠谱，这些不靠谱。海南不炒房，海南经济就活跃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海南唯一有竞争力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的土地呀。如果你连炒房都不让炒，那搞什么搞啊？我就不说那个字了啊，行吗？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
我现在就说一件事儿啊，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字幕组啊，我们现在呢有非常热心的网友帮我们在做字幕啊，现在已经做了1、2、3，做了6个字幕啊，做6个字幕。那么我要明谢一下，然后呢，我们会在每个视频下面的视频说明里面也会注明这个字幕是谁做的啊。那么请大家留意啊。那么这个我先明谢一下啊，6月6号韩国瑜被罢免，蔡英文清剿亲共势力啊，马宁啊，这个字幕是马宁做的。6月7号人民币汇率操控工程，字幕是小鹏做的。然后6月7号中国债务，6月8号中国债务直冲天际，势如微卵，危机浮现，马宁做的啊，马宁做了蛮多的视频，感谢网友的支持啊。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啊，谢谢啊，明谢一下。杨一谢谢 ，Isabella 谷谢谢，骗子林谢谢 ，Anna Kong 谢谢，廖双双谢谢，林建辉谢谢 ，Mike 朱谢谢 ，One Day at a Time 谢谢，恭喜王老师订阅超过20万，大家一起努力。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啊，洗粉真的开始了啊，那么而且力度很大，所以请所有的网友每天都检查一遍啊，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小铃铛还有没有点着啊？反正就这2件事情，每天都要做，就是看一下王健这个频道还有没有订阅，没有了。就把它订阅上，如果还在，那就看看小铃铛还在不在，好不好？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Liz Wu 谢谢，建军丁谢谢 ，Little Angel 谢谢，李舒赖谢谢，阮光能谢谢，温小红谢谢，新冠谢谢，支持王老师，请总加速师继续努力。继续持悲观的观望，虽然知道作为华人，无论身在何处，都会被他泼一身脏水。为什么会被泼一身脏水？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有自己生存状态的控制能力啊。就是我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存状态，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都能让自己处于一个平和的心态啊，叫什么？讲句比较，我现在一下找不到很适当的词汇，就是那句话：出污泥而不染，就是保持自己的身心清洁啊，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态啊。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不断的讲的，就是做正确的事情，不撒谎，独立思考，就是这样的事情啊，好吧？不盲从，不撒谎，独立思考，这个很重要啊。滴滴 Judge。谢谢，看王老师节目4、5个月一期不落，平时用1.75倍速看，好久没赶上直播，听老师的课沁人心脾，谢谢你。Daniel 梁谢谢，贝拉瑞谢谢建议王老师美西好，关于字幕的事情，建议成立一个字幕电报群愿意帮忙进群报名，根据各自的能力做相对应的工作。这是个好建议啊，我也在跟美西商量，我们大概会成立一个字幕组然后呢会建一个群，然后有兴趣的可以加入这个群，然后我们就在群里面进行沟通安排，好吧？我在这里呢就特别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因为这件事情，在我现在这个阶段，我真的做不了，因为会对我的日常的影响太大。那么有网友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服务，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也是乐观其成啊。这件事情我们会尽快的安排，好吗？谢谢。观点：海南什么也做不成，就像“一带一路”、雄安新区一样。都是包子脑子里一热想出来的昏招，基本上都是扯淡。非常同意啊，非常同意。他非常喜欢扯淡啊。观点，王老师讲的好，这就是为什么4大特区只有深圳发展了。你看厦门、汕头和珠海都没发展起来，没有产业啊。嘲笑一下，雄安是1000年大计，现在怎么样？海南是只是100年大计。还敢提50年，香港50年等于23年，对呀，雄安是1000年大计啊，那得建立一个千年帝国啊，千年帝国否则你搞1000年大计干什么？我每次一听见这个雄安讲是1000年大计，我就觉得超级可笑，什么时代了？都2020年了，还有人在想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可笑。我一想起，算了，不说了。观点：数据安全。好，数据安全，自由便利的意思就是，除海南以外，其他地方数据流通都不安全，都不自由，都不便利。说的也是啊。观点：海南花拳绣腿，看似动作很多，但居民素质一条就把路堵死了。去过海南的人都知道，海南土著加东北人的结构不可能把贸易金融搞起来。香港能成为中心，优惠条件是次要的，主要是几百万在自由法治下成长起来的公民。素质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么多地方都在忽悠，你海南凭什么把别人忽悠去呢？对吧？你说呢？素质我倒不觉得海南说非得有多高的素质，这个不一定啊。为什么？你想一下，当初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广东有什么素质？广东人没什么素质的，没几个大学生的。广东的大学没几家，好的大学都在北京、上海、西安这些地方。但是广东经济发展起来了，靠的不是素质的问题，靠的是什么？真的靠2样。第一，政府里面的官愿意做生意，让大家做生意，明白做生意的道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百姓真勤快，就这2条。整个广东发展起来就这2条，就是政府里面的这些人明白做生意怎么回事，他也理解，也知道必须做生意，做的生意他也能挣钱，就这2条。老百姓很勤快，愿意做生意，愿意做事。你看广东那些小白领，这差别在哪？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上海的白领都在憋着干嘛？小公司去大公司，一家一家跳，然后在公司里面从低层一直做上去，这是上海的白领的路子啊。你到了广东，白领白天上班，晚上就开店，这就完全不一样。这白天是上班，该干嘛干嘛，到了下了班，那就直接就去叫草根，要么就打第2份工，要么就他只要有条件就搞当生意，就开始做生意。这就是2个不同的方向。海南有没有这个劲头？没有。所以能不能发展起来？我不看好啊。观点：海南特区和雄安新区一个性质，就是画一个饼挂在墙上，画一个空中楼阁，只有规划和远景，没有实在的规划和基础。作用是让老百姓顶礼膜拜，维持一尊地位，就是政治口号。最后是浪费财力和时间，
老百姓买单，老百姓也没买单啊，我不同意老百姓买单，就是做点事儿啊，就是做点事儿，就是怎么说呢？口惠而实不至啊。观点 ：CCP 内部斗争未必是利益，大多是面子。和美国贸易战那么强硬，并不符合利益。包括香港，当时武汉疫情，李克强好不容易搞了个小组组长，其实是洗甩锅。结果李去了武汉，人气暴涨，然后李又没有消息了，接着习亲自部署，亲自指挥。那你就真的不了解中共，你真的不了解权力的目标是什么啊？权力是为了什么？拿那么大的权力，只要面子，拿着开国际玩笑。权力的目的是什么？是逐利。权力最终是要逐利的，不逐利，他要那么大权力干什么？好看没用，好看你当县太爷挺好看的，已经足够好看了，那不用当省长啊，省长还没有县太爷好看，你信不信？所以不是这样的，中共的内部的权争，关键都是利益。利益，为什么你觉得未必是利益？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利益有多大。当你看到利益有多大的时候，你就相信我说的是对的了。观点：海南之前还想搞会展经济，想法是好的，会展可以结合旅游啊，但是没搞出来。核心的是都需要产业做基础，而这些是海南没有的。海南还有一个软件园，只是拉了一点腾讯的团队过去，也没有真正形成气候。那海南还是搞旅游吧啊。情况：北京飞海南机票、酒店绝对不比去新马泰便宜，也不比这些地方近，而且天然风景和特色不如这些地方，再加上吃喝购物走哪儿价钱不一，老是被坑，印象不好。打卡澳洲提问，王老师说说澳洲吧。中国文旅局发布旅游警告，称澳洲对华人种族歧视严重，切勿到澳洲旅游。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防止外流吗？这是为彻底封关，闭关锁国做准备吗？我就认识的朋友收留了一个8年级的小留学生，父母被疫情困在国内，孩子在我朋友家本来说1个月过渡，现在都4个月了。没有啊，就是不高兴澳洲说要调查这个疫情的情况，所以就跟澳洲对着干呗，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一点都不奇怪啊。澳洲歧视华人这件事情，那还得问澳洲人民吧，对吗？你说呢？所以这个不靠谱啊。闭关锁国，经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不是要准备闭关锁国啊？我一次性答，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问题。中国不会闭关锁国，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还要进出啊，你总得留个门缝嘛。这是第一个，所以闭关锁国这件事情不成立啊。但是呢，老百姓是不是那么容易出国了呢？没那么容易。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对老百姓的人身控制会越来越严，这第一个。第二个，外汇越来越紧张，为什么？要维持人民币汇率啊，所以大家外汇不要花那么多了。所以就这2个原因，所以老百姓的进出国没有那么方便了，这是第一个。闭关锁国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因为如果发生的话，对他自己不利啊。而且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这样发生的话，对他没有1毛钱好处啊。你别忘了，海关门口站的是谁啊？武警啊。你以为他真的就闭关锁国，就不闭关锁国门就开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不要提这样的问题，好吗？OK。提问：王老师能不能谈一谈蔡霞的那段录音啊？文字我看了一下，录音我没听啊，大概看了一下。蔡霞也基本上就是讲了一下，怎么说呢？要讲起来就很长篇，我们找时间专门讲嘛，就是包括蔡霞
包括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一类的言论，我们找个时间专门讲好不好？这样一句话两句话讲不完，好吗？当然有一些这样的，我评价一下，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信息出来，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老实说，如果现在中国人对蔡霞讲的这些话还很新奇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人真的没有进步啊！经过这么多年，40年下来了，改革开放40年了，中国真的没有进步啊！中国人真没进步，还觉得蔡霞这些话多么新奇，多么刺激啊！情况民间流传，深圳近期会有区域政策出台，很多人在赌，这几个月疯狂在东莞、惠州买房。我不知道没收到这方面的消息啊，我没有跑一线，所以不知道，不了解啊。观点：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跟广东的白领观念上、服务态度上没法比。广东受香港服务精神影响，服务业的水准甩国内其他地方很多条街，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啊。你说要服务，那没有，中国没有一个省能跟广东接近都没有啊。观点：我爸说过，闭关锁国的毛时代，没有香港的转口贸易，共产党哪里有钱搞核弹，哪里有机会把粮食换成外汇。提问：国内大型建材企业去年5月搞一个内部银行系统，年利率 8.5%，去年年底公司被地方国企收购51%股权，想问王老师，钱存在公司安全吗？钱存在公司肯定不安全，不管你是哪家公司，都不要把钱存在公司。你只在那儿打工，你把钱存在那儿干啥？你想一下，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会跟自己的员工说，你把钱存在我这儿，给你高利息，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你想一下，那肯定是缺钱嘛。一个缺钱的公司，你还把钱存在他那儿，我能批评你吗？你说。观点：人的素质还是很重要的，素质不分高低之分，而是珠三角的朴实勤快，海南本地小霸王将东北大忽悠的氛围。我不想说这样的话啊，为什么啊？怎么说呢？你不能一竹篙打倒一船人呢，对吗？海南有那么多的人呢，不是那么多的人都是本地小霸王和东北大忽悠啊。海南也有那么多的人口，所以他有这种事情啊，这是真的，但是也不能说全是这样，是吗？提问：之前的雄安和当下的海南自贸港是否与决策层有利益相关？不然就算再傻，也不会这么大张旗鼓搞这么个东西。你说决策层是习近平吗？习近平作为一个决策层，他富有天下，所有的东西都跟他利益相关，所以你说的没错，但是没有任何意义啊，你说是不是？情况：我父母8月底来澳洲的南航机票被取消了，不爽。还有我在澳洲不感觉歧视，请老师有空讲讲所谓的歧视和所谓的2等公民吧，谢谢。西方国家有没有歧视？有啊。中国有没有歧视？有啊。任何人类就没有很好的解决歧视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句老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当人以群分的时候，歧视就发生了。除非有一天人不以群分，那歧视就消失了。那人以群分什么时候会消失？人类消失的时候，人以群分就消失了。所以歧视这件事情是不会消除的，一定会消除，只不过是你在歧视别人，还是别人在歧视你的问题。如果你在歧视别人，你觉得无所谓，
你被人歧视的时候，你觉得很难过，只不过人类解决的问题永远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解决歧视本身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西方国家的歧视严重还是中国东方国家歧视严重？我跟大家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情况是什么呢？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它的歧视越被约束被法律约束，被社会道德约束。社会发展程度越低，歧视越严重歧视越严重，你去看一下就很清楚。所以其实中国发生的歧视比西方国家严重10000倍。我说10000倍当然有点夸张但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在中国发生的歧视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歧视。我举一个例子，官和民之间的歧视严重吗？什么叫特工？什么叫禁区？什么叫孩子上学？什么叫看病？歧视有多严重？距离多大我们再讲个例子，城市和农村，农村人，中国的农民受到多严重的歧视，连城都住不了。所以不要讲西方的歧视，中国的歧视比西方国家严重10000倍这是就说歧视这件事情。所以任何中国人都不要去讨论西方的歧视问题，因为你面对的歧视比他们那个国家被歧视的人或歧视人的事情严重的多得多。所以先做好自己，再讲其他的，这是第一。第二，二等公民的问题。二等公民小粉红经常对着海外华人说，你们不就是个二等公民吗？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得找个平衡你呀生活的比我好，我不得让你难过一下，否则我怎么活？所以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小粉红讲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打击一下你们的嚣张气焰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中国有严重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中国现在其实你看得很现代，五花八红红绿绿，这个房子很高什么的，但是其实中国在观念上，中国人在观念上还是非常有很强烈的这种等级封建等级意识。前面来个官点头哈腰，底下一个乞丐拿一脚踢过去。中国人干的事情，这件事情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一个现代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什么，他们的日常是什么，他只是用自己的生存状态去套，一套呢，哎呀，你跑到那里去，肯定被人歧视啦，肯定被人虐待啦，你不就是二等公民吗？这是一个想当然的结果。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二等公民讲的是什么，我只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一直在做二等公民，他就没做过一等公民。为什么？一等公民坐在上面当统治者呢？所以二等公民这件事情在西方国家有没有呢？当你手上握着一张选票的时候，你怎么会是二等公民呢？连总统都跟你鞠躬，你怎么可能是二等公民呢？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第一天议员选议员的时候，别人来跟你鞠躬，跟你讨好你握手，问你有什么需要，你怎么是二等公民呢？如果你手上没有选票，不就被城管打咯？所以二等公民这件事情完全是小粉红想当然，就是这样，好吗？情况，美国有反歧视法，强国有吗？户籍制度就是公然的歧视，中国人从穿衣举止就出现了歧视这个我就不说了，好吗？观点，喜欢王老师说的无论何时都要控制自己的生存状态，一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独立思考，非常对观点 O2 我看一下，只要把香港拉低，海南就可以成功吧？
反正最后都是宣传，人民会相信，好吧？明谢明谢 ，Rene Mark， 谢谢谢谢王先生的付出，谢谢 Simon Lin， 谢谢王老师加油，新官谢谢，感谢王先生解惑。眼看着 CCP 和习政权拉着14亿人坐上泰坦尼克号，悲痛绝望，像您说的，独立自主，努力生活。大家不必绝望那我们讲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谁会当这个政权灭亡的时候，谁会如上考妣？跟老百姓有没有关系？1毛钱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他只是政权灭亡而已关你啥事儿？你又不是政权的一部分。如果你是政权的一部分，你就如上考妣呗。你又不是政权的一部分，你激动啥？你说这个共产党一倒台，然后你的房子就塌了，我没觉得中间有什么逻辑关系所以你悲痛绝望啥？你不需要悲痛绝望满怀希望的继续你的生活好不好 ？George 陈，谢谢王先生今天讲歧视问题以及中国人的歧视问题，逼得我不得不立即支持，说的太好了，又超出我的预期。好吧，你对我的预期其实不太高是吗？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加，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